在1983年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流传着一个匪夷所和比尔·埃克哈克为了一个问题争论不休：伟大的交易员究竟是天生的，还是可以后天培养的？丹尼斯坚信是后者，甚至放出豪言：我能把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培养成优秀的交易员，就像新加坡人养海龟一样批量生产。他在《华尔街日报》上刊登了一则广告，公开招募普通人，承诺传授交易秘诀，并提供每人100万美元的实盘资金。全美国1000多人踊跃报名，最终有13人被选中，他们被命名为海龟。这就是交易史上赫赫有名的海龟实验。而本书作者柯蒂斯·费斯正是首批海龟中最耀眼的一颗星。他19岁入行，4年时间为丹尼斯彭赚3100万美元，手握最大的账户。20多年后，柯蒂斯写下这本书，揭示了一个颠覆我们认知的真相：海龟们使用的法则根本不是什么祖传秘方，像突破20日高点买入，用波动率控制仓位，这些方法在当时的交易圈早已不是秘密。那为什么偏偏海龟们成功了呢？答案藏在一个细节里。实验刚开始，市场就给所有海龟送上了一个大机会。1984年2月，民用燃料油价格突然飙升，突破上涨，这时候应该满仓买入12份合约。然而最终只有柯蒂斯做到吗？要么觉得临近到期的合约风险太大，眼睁睁看着价格一路飙升，结果柯蒂斯的收益是其他人的3倍。你看，差距不在于你知道什么方法，而在于你能不能坚守住方法。交易这行最吊诡的地方就在这里，明明是概率游戏，却总有人把它当成预测游戏。明明规则越简单越容易执行，却总有人沉迷于复杂的指标。明明截断亏损，却总有人赚点小钱就跑，亏了钱反而死扛。海龟实验的真正价值从来不是那套具体的买卖规则，交易的核心不是你有多聪明多有天赋，而是你能不能用一套系统绑住自己。你把我这套法则登在报纸上，也没人能真的照做。关键是纪律性。海龟们的所有方法本质上都是为了对抗人性的弱点，用头寸规模控制对抗贪婪，用固定止损对抗侥幸，用趋势跟踪对抗预测欲。而这一切的起点是要先搞懂一个问题：交易者到底在赚谁的钱？市场波动的本质是什么？谁在为市场波动买单？如果我问你，你可能会说，交易靠分析，赌博靠运气。这两者的核心差异其实更简单，赌博的期望值为负，而真正的交易系统必须有正的期望值。比如抛硬币，正面你赢10元，反面你输8元。长期来看，每次抛硬币的期望值是 850% 等1元。这就是正期望值。只要次数足够多，交易也是一样。海龟们之所以能持续盈利，不是因为他们每次都猜对，而是因为他们的系统满足赚的时候多赚，亏的时候少亏，长期下来期望值为正。要理解这个逻辑，柯蒂斯把市场参与者分成3类，他们的行为共同推动了价格波动，也给了海龟可乘之机。第一类是对冲者，他们为了避险而交易，比如航空公司怕油价上涨，会提前买石油期货锁定成本；农场主怕小麦降价，会提前卖空小麦合约。他们不在乎短期涨跌，只为抵消经营风险，所以哪怕价格对自己不利，也得成交。第二类是做市商，他们是赚差价的短线搬运工，他们靠买卖价差赚钱。比如黄金买入价300元，卖出价300元买，301元卖，赚这1元差价。他们交易频繁，但每次赚的少，靠量取胜。第三类是投机者，他们是赌趋势的长线猎人，海龟就是这类人。他们不关心石油能炼多少汽油，也不关心小麦亩产多少，只关心价格趋势，涨的时候买，
跌的时候卖，赚趋势的钱。这三类人的行为会让价格呈现出一种规律。对冲者的不得不成交和做市商的短期套利，会让价格在某个区间内波动。而当大量投机者发现趋势时，价格会突破区间形成大行情。海龟的所有方法都是为了抓住这种突破后的趋势。很多人以为优秀的交易者能精准预测市场，但柯蒂斯只说金价突破20日高点时，上涨的概率更大。这就是概率思维的核心，不追求每次都对。比如海龟的20日突破法则，当价格超过过去20天的最高点时买入，这种情况出现后，价格继续上涨的概率约 50% 高一点。但关键在于，一旦猜对平均能赚5元，猜错了平均只亏2元，长期下来每100次交易55次赚5元，共275元，45次亏2元，共90元，净赚185元。这就是正期望值的魔力。反过来，普通人为什么会亏？对的时候赚2元就跑，错的时候亏5元还扛着，哪怕胜率 60%， 最后还是亏。海龟的秘密就藏在4句话里。柯蒂斯说海龟培训课的全部内容，其实可以浓缩成4句话。这4句话不是技巧，而是让正期望值落地的纪律框架。第一句，掌握优势，找到正期望值的系统。优势不是秘密指标，而是市场重复出现的规律，比如趋势会延续就是一种规律。因为对冲者的避险需求，做市商的短期套利，会让趋势形成后很难立刻逆转。海龟的突破法则就是在捕捉这种规律。第二句，管理风险，哪怕系统再好，连续10次亏损也可能让你出局。海龟用头寸规模控制解决这个问题，每个市场的仓位都按 1% 账户资金对应一个N值波动计算，这里的 N 是指市场波动率，比如账户100万，原用一个年波动是1万元，就最多买一手，确保单次风险不超标。第三句，坚定不移，人性是概率的敌人。比如看到连续3次亏损，你可能会怀疑系统，但那可能就是赚大钱的机会。海龟们会像执行程序一样遵守规则，不管盈亏，因为他们知道系统的优势来自长期重复。第4句，简单明了。柯蒂斯见过很多人沉迷于美西迪加把 SI 加均线的组合指标，但海龟只用突破和波动率2个指标。为什么？愿为越复杂的规则执行，而简单的规则才能做到知行合一。柯蒂斯在书中列了一串交易杀手，都是人类天生的认知偏差，比如损失厌恶，亏100元的痛苦比赚100元的快乐强2倍，所以有人亏了舍不得割肉。比如结果偏好，一笔交易赚钱了就觉得方法对，亏钱了就觉得方法错，但实际上遵守系统的亏损比侥幸赚的钱更有价值。再比如近期偏好就觉得系统失效了，比如抛硬币连出3次反面，你可能会觉得硬币有问题，但概率没变。这些偏差会让明明有正期望值的系统，在实际操作中变成负期望值。就像实验里的其他海龟，明明知道突破要满仓，却因为最近跌了几次他追高而放弃，最终错过大行情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说，道理我懂，但怎么具体操作呢？柯蒂斯说，概率思维不是空谈，要落实到每笔交易买多少亏多少离场的具体规则里。止损点设在哪里？赚了钱该什么时候卖？这些问题正是海龟们用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解决的核心，也是我们下一部分要拆解的内容。毕竟知道趋势能赚钱没用，知道每次买多少亏多少就跑才能让概率真正为你所用，风险控制救命的底线。如果说概率思维是海龟的指南针，那么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
就是海龟的救生衣。柯蒂斯在书中反复强调，交易中最大的风险不是市场波动，而是你自己愚蠢的决策，或者在亏损时死扛。海龟们能在4年里实现 80% 的年均回报，靠的不是精准预测，而是一套让自己永远有机会等到大趋势的生存规则。柯蒂斯给所有海龟上的第一堂课就是破产数学。他举了个例子，假设你有1000美元，每次赌500美元掷硬币，正面赢500，反面输500，看起来胜率 50% 很公平，但实际上你有 25% 的概率连续2次输掉，直接破产。哪怕你连续赢了2次，只要后面连输2次，照样清零。这就是破产风险的可怕之处，风险不是线性的，而是会随着赌注变大，呈几何级数增长。海龟们从一开始就明白，交易的首要目标不是赚钱。怎么避免破产？答案藏在2个数字里。第一个是单次风险，也就是每次交易最多亏多少钱。第二个是总风险，就是所有交易加起来最多亏多少钱。要控制风险，首先得看见风险。海龟们用一个叫单值真实波动幅度均值的指标来衡量市场风险，就像用温度计测量体温。单值的计算很简单，首先是每天的真实波动幅度等于当日最高价减去当日最低价，或者当日最高价减去当日最低价，在这3个数中取最大值。然后单值等于过去20天真实波动幅度的平均值。比如原油某天的单值是2美元，意味着它每天平均波动2美元每桶。对海龟来说，一单的波动就是这个市场正常的风险单位。为什么要用单值？因为不同市场的风险没法直接比较。黄金每天波动10美元很正常，而大豆每天波动1美元就很剧烈。单值把不同市场的风险标准化了，让海龟能在原油、黄金、外汇等不同市场里用统一的标准控制风险。知道了单值怎么确定每次买多少，海龟们发明了头寸单位的概念。核心逻辑是让每个市场的1单波动对应账户资金的 1%。计算公式是考寸单位等账户总值 1% 一个单的美元价值。举个例子，账户有100万美元， 1% 就是1万美元。原油一个单等于2美元，一份原油合约是1000桶，所以单的美元价值等于2100等于2000美元。头寸单位等于1万，2000等于5份合约。这意味着买5份原油合约时，原油每波动一个单2美元，账户就会盈亏1万美元，也就是 1%。用这个方法，不管是原油、黄金还是外汇，每个市场的风险权重不是一样的，既不会因为某个市场波动小不敢参与，更重要的是，单个市场最多买4的头寸单位，高不关联的市场，比如原油和汽油，最多买6个单位。单方向总头寸有多头最有空头最多12个单位。这些限制就像安全阀，哪怕你对某个趋势再有信心，1987年股灾时，正是这些规则让海龟们的损失控制在可接受范围。如果没有上限，他们可能在利率期货上亏掉全部本金。有了头寸规模，还要给每笔交易定一个止损点。海龟的止损规则简单粗暴，任何一笔交易亏损达到 2% 账户资金就立刻退出，对应到单值上就是2，单止损价等买入价8，单卖空时止损价等卖出价加2。比如买原油时，买入价是80美元，单等于2美元，止损价就是804等于76美元。如果价格跌到76美元，不管之后会不会反弹，立刻平仓。这不是放弃机会，而是避免小亏变大亏。柯蒂斯在书中强调，止损不是可选动作，而是生存本能。他见过太多人因为再等等，
说不定会反弹而错过止损点，最后账户亏掉 50% 以上。对海龟来说，止损就像开车时的安全带，平时感觉不到作用，出事时能救命。控制风险不只是少亏钱，海龟们最怕的不是亏损，而是赢了一点就跑，错过大趋势。他们的退出策略和入市策略呼应，用突破法锁定利润。系统一针对短期趋势买涨的头寸，在价格跌破10日最低点时退出，卖空了头寸在价格突破10日最高点时退出。系统二针对长期趋势，用20日高低点作为退出信号。比如买了原油，系统一的交易者会盯着最近10天的最低价，只要价格没跌破这个低点就一直拿着，哪怕中途利润回吐 30% 也不慌，因为趋势可能还没结束。柯蒂斯自己就经历过这样的事。1985年咖啡价格大涨，他的利润从50万美元回落到30万美元，很多海龟都平仓了，但他遵守规则继续持有了，背后这笔交易赚了140万美元。他说，趋势就像一场马拉松，别因为中途累了就退出，终点的风景才最值钱。你可能会觉得这些规则太保守了，会不会错过赚钱机会？大海龟们的经历恰恰证明，保守的风险控制反而能让你更勇敢地捕捉大趋势，因为你知道哪怕判断错了，止损会帮你兜底，而一旦判断对了，头寸规模和退出规则会让你赚足利润，捕捉趋势进攻的利器。如果说风险控制是海龟的盾，那么捕捉趋势就是他们的矛。柯蒂斯在书中强调，趋势刚宗的核心不是预测趋势，而是在趋势刚出现时上车。海龟们用一套简单到近乎笨拙的规则，精准捕捉到了一次又一次大行情。市场大多数时候是横盘震荡的，只有 10% 到 20% 的时间在走趋势。海龟们要做的就是在这 10% 踏实啦。答案是突破，价格超过了过去一段时间的最高点或最低点。比如过去20天里，黄金最高涨到1900美元，今天突然涨到1901美元，这就是20日突破。为什么突破能代表趋势？柯蒂斯解释了背后的人性逻辑。横盘时，买方和卖方势均力敌，价格在一个区间内波动。当价格突破区间高点，可能是对冲者在补仓，也可能是投机者发现了机会，大量资金涌入。这种集体行动会形成正反馈，越涨越有人买，越买越涨，最终形成趋势。海龟们不猜趋势会持续多久，只相信突破意味着趋势可能开始，然后果断入场。为了不错过不同级别的趋势，海龟们同时用2个系统。系统一针对短期趋势，20日突破入市，规则是间的最高点时买入，跌破过去20天的最低点时卖空。特点是反应快，能抓住短期爆发的趋势，但假突破多，比如突破后很快回掉。系统二针对长期趋势，55日突破入市，规则是价格超过过去55天的最高点时买入，跌破过去55天的最低点时卖空。特点是反应慢，一旦抓住趋势，持续时间更长。这2个系统就像2张网，系统一抓小鱼，系统二抓大鱼。海龟们会把资金分给2个系统，既不放弃小机会，也不错过大行情。抓到趋势后，要不要一次性满仓？海龟们的答案是不，他们用逐步建仓的方法，既控制风险又放大利润。规则很简单，首次突破时买入1个头寸单位，之后每上涨或下跌 0.5 个，就再加1个单位，直到达到4的单位上限。比如原油，单等于2美元，打1个头寸单位等于5份合约，首次突破80美元时，买入5份合约，涨到81美元再加5份，共10份，涨到82美元再加5份。
共15份，涨到83美元，再加5份，共20份。为什么这样做？趋势初期往往波动大，一次性满仓容易被洗出去，而逐步加仓既能在趋势确认后放大仓位，又能在趋势反转时，比如如果原油涨到81美元后回调，台龟们只亏一个单位加半仓加仓的钱，而不是4个单位的全部风险。不是所有突破都能形成趋势，有时候价格突破后很快回调，就是我们说的假突破。海龟们用一个简单的规则过滤掉大部分假突破。系统一的突破如果是连续亏损后的第一次突破才有效，比如过去3次20日突破不是假突破，止损离场，第4次突破时系统一才会入场。如果前一次突破就暂时放弃，因为连续盈利后市场可能进入横盘，假突破概率高。这个规则看似简单，却能让海龟们避开 60% 以上的无效交易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这些规则太简单了，但柯蒂斯在书中坦言，当年13只海龟，只有少数人真正坚持了这套系统，其他人要么在趋势中途怕利润回吐而离场。比如有只海龟在咖啡趋势中看到利润从50万回落到30万，忍不住平仓，结果错过后面110万的涨幅。柯蒂斯说，趋势跟踪的精髓不在于抓得住，而在于拿得住，因为人性中的贪婪、恐惧、侥幸会一次次干扰你的判断。这正是我们下一部分要拆解的核心，对抗心魔，赢了自己就赢了市场。柯蒂斯在书中抛出一个耐人寻味的观察，当年13只海龟学的是一模一样的账户，最终的收益却天差地别。有人4年赚3000多万美元，有人却赔光了本金。不是方法有多难，而是人心太容易跑偏。交易的奇妙之处在于，它把人性的弱点放大到极致，哪怕你知道突破要买入，止损要坚决。真到了市场波动时，贪婪侥幸会像无形的手把你拽向错误的方向。海龟们总结出有5种心理陷阱最容易毁掉交易，而它们的根源都是偏离概率思维。第一个是损失厌恶。心理学研究发现，人类对损失的敏感程度是对收益的2倍，赚100元带来的满足感远不及亏100元带来的痛苦。这种本能在交易中会变成致命伤，比如海龟们学不2，按止损规则亏到 2% 账户资金就必须离场。但有只海龟在一次棉花交易中，价格跌破止损价后，总觉得再等等会反弹，结果眼睁睁看着亏损从 2% 扩大到 15%。 他说，就是舍不得割肉，感觉一平仓钱就真的没了。这就是损失厌恶的陷阱。为了避免确定的小损失，宁愿冒更大的风险。就像有人握着跌了 50% 的股票不肯卖，总幻想回本就抛。海龟们明白，止损不是承认失败，而是保住继续玩游戏的资格。就像打扑克时，手里的筹码比单局输赢更重要。匹克人评价交易总爱问这次赚了还是亏了，但海龟们更在意方法对不对。结果偏好会让人陷入一个误区，只要赚钱就是海方法，哪怕赚钱是运气，赔钱是概率。比如有只海龟靠猜顶底赚了一笔，就觉得突破法太保守，他是放弃系统自主交易。柯蒂斯断了，但长期来看猜顶底的胜率只有 30%， 早晚会亏回去。果然，半年后，这只海龟因为连续猜错趋势，真正的概率思维是正确的方法可能短期赔钱，错误的方法就像抛硬币，哪怕连续3次正面，也不代表硬币被动了手脚。海龟们每天记录交易日志，不是为了统计赚了多少，而是为了检查是否遵守了规则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守住方法，利润会自然来。第3个是近期偏好。人类天生更关注近期发生的事，
比如你连续3次交易都亏了，很容易怀疑系统是不是失效了。如果连续3次赚了，又会觉得自己是天选之子。这种近期偏好会让交易者偏离长期视角。柯蒂斯举过一个极端例子，1998年 COCO 市场有过遵循海龟法则的交易周亏吗？总亏损超过账户的 15%。 他崩溃了，认为趋势跟踪已经过时，于是放弃了系统。可就在他离场后3个月，COCO 价格暴跌。那波趋势如果抓住，能赚回之前所有亏损的3倍。用短期的偶然否定长期的必然。海龟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，就翻出过去20年的回测数据，看看历史上多少次连续亏损后紧跟着大趋势。数据会告诉你，耐心等下去，概率站在你这边。第4个是锚定效应。人们判断价值时总爱找一个锚点，比如买股票时你会盯着买入价，涨了就想回到买入价就卖，跌了就想回本就跑。这个锚点会让你忽略市场本身的趋势。海龟们在原油交易中都见过这种情况。有人在$80时，当价格涨到$90时，总想着之前80元都没卖，现在90元卖太亏，结果价格回调到$85，他慌忙平仓，错过后面涨到$100的行情。柯蒂斯说，趋势跟踪者眼里没有买入价，只有趋势是否还在，是和过去较劲，而交易要等是和未来同行。就像开车时，你不会盯着后视镜探路，交易也不该盯着成本价判断方向。第5个是自负心理。有些海龟一开始赚了钱就觉得系统太保守，有只海龟甚至私下修改规则，哭破后等回调再买能赚更多，结果每次回调都错过趋势，1年后收益只有柯蒂斯的1/10。柯蒂斯总结，自负的交易者总想去优化概率，他们觉得系统的胜率太低，却忘了趋势跟踪的核心是不预测，只跟随。就像你没法预测每天云彩会下雨，但你知道乌云多了就带伞。海龟法则的优势恰恰在于不追求聪明，只追求一致。为什么柯蒂斯能成为最成功的海龟？而是像机器一样执行规则，哪怕连续5次止损，他也会按信号第6次入场，他也会等到退出信号出现再离场。他在书中分享了一个细节，每次交易前他都会问自己2个问题，如果错了，我能接受止损吗？2个答案都是才会下单。这种前置检查能有效对抗冲动。其实所有心理陷阱的解药都一样，用流程替代感觉。就像飞行员起飞前必须按检查清单逐一检查，海龟们把探突破、算头寸、设止损变成固定动作，不管市场怎么波动，动作不变形。讲到这里，你会发现海龟法则的精髓从来不是怎么买怎么卖，而是怎么管住自己。那些能克服心理陷阱的交易者，赢的不是市场，是自己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些道理不只适用于交易，生活中我们不也常因为损失厌恶而不守错误的选择，因为近期偏好而否定长期的计划吗？柯蒂斯说，海龟教我的不只是赚钱，是如何用概率思维过好一生。这正是我们最后要聊的海龟法则对生活的启示。海龟法则，人生智慧的启示。柯蒂斯在书的尾声写道，海龟教会我的不只是怎么赚钱。当你剥离掉期货头寸、止损这些专业术语，会发现海龟法则的底层逻辑其实是一套应对人生的智慧，充满了未知和波动。而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如何在不确定中做对选择。对我来说，这本书带给我以下5个重要启示：一、接受不完美，生活没有圣杯，只有适配。海龟们从不会追求100%胜率的系统，
因为他们知道再好的方法也有亏损的时候。这像极了生活，你不可能找到一份永远喜欢的工作，一段从不吵架的关系，一套万无一失的人生规划。克里斯年轻时曾以为必须成为最顶尖的交易者，成功不是做到最好，而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。就像有些海归擅长短线交易，没有绝对的好坏，只有是否适配。生活中的适配也很简单，就别选需要频繁加班的工作。如果你喜欢自由，就别被稳定绑架。接受没有完美选项，才能在有限的条件里找到让自己舒服且能坚持的路。这和海归们不贪多只做能看懂的趋势是一个道理，而用系统对抗混乱，而不是感觉。海归们最强大的武器不是预测能力，而是机械执行系统。生活中我们也常常被感觉带偏，明明想减肥，却因为今天太累了放弃运动。明明想存钱，却因为打折划算冲动消费。可得生活定规则，比如每周3、5必须健身，像执行交易信号一样固定。每月先存 30% 工资再消费，像头寸管理一样强制。他说，规则的意义是让你在不想做的时候依然能朝目标走。就像海归用库珀法则决定买卖，你也可以用规则简化选择，比如超过2小时的聚会不去，过滤无效社交，睡前不刷手机，保护专注力。这些规则可能不完美，但能帮你避开凭感觉决策的陷阱。毕竟稳定的60分规则远胜过时好时坏的80分感觉。3. 敬畏黑天鹅。海归们用口寸上限和止损控制风险，本质上是为未知留余地。生活中的黑天鹅也从不缺席，一场突然的疾病，一段关系的破裂。如果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任何一次意外都可能让你崩盘。柯蒂斯见过太多梭哈的悲剧，有人把全部积蓄投入股票，遇到熊市后一蹶不振；有人为了创业辞掉工作，资金链断裂后陷入绝境。他的建议是像管理头寸一样管理人生，比如资产配置，不把超过 30% 的钱投入高风险领域；职业规划，保留一项能随时变现的技能。这不是保守，而是生存智慧。就像海归们说的，活到趋势来的那天，比什么都重要。4. 长期主义。趋势的力量藏在熬的助力，海归们的利润往往来自少数几次大趋势，但这需要熬过长时间的横盘期。生活也是如此，你学的技能、攒的人脉、坚持的习惯，可能在很长一个时间里看不到效果，但某天会突然给你惊喜。柯蒂斯在19岁时花大量时间研究交易系统，当时没人觉得一个高中生能搞懂这些，但正是这段看不到回报的积累，让他在海归选拔中脱颖而出。他说，趋势就像烧开水，99度之前水都是凉的，但只要继续烧总会开。别因为短期内没结果就放弃，但可能在某次出国机会中帮你抓住机遇。健身不会让你马上变瘦，但坚持1年后，健康和自信会自然来。就像海归们，不赚快钱，只赚趋势的钱。生活的复利也藏在慢慢来里，承认自己不知道才能看到更多。海归们从不说我懂市场，总有新的趋势和风险在暗处。这种谦虚在生活中同样重要，承认自己有偏见，才能听得进不同意见；承认自己会犯错，才能及时调整方向。柯蒂斯在管理公司时，总让团队先假设方案是错的，然后一起找漏洞。自负的人就像那些猜顶底的交易者，早晚会被市场教育。生活中很多冲突和失败也源于太相信自己是对的。父母觉得孩子必须按我说的做，情侣觉得对方应该懂我的想法，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。
真正的理性是带着我可能错了的敬畏去做事，就像海龟们用止损修正错误。生活中的认错和调整不是软弱，而是让自己走得更远的智慧。这些启示听起来简单，但就像海龟法则，知道容易做到难。生活中的理性也需要刻意练习。最好的办法是从最小的规则开始践行，比如明天起试着先存 10% 工资再花，睡前复盘今天是否遵守了规则。当这些小规则变成习惯，你会发现应对生活的不确定其实和捕捉市场的趋势一样，难的是你是否愿意用理性代替感觉，用系统对抗混乱，而这正是海龟法则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领悟。